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状态翻车，4万抹胸裙被批向床单，颜值再高也救不了。38岁的赵丽颖因造型争议和面部变化引发热议，从圆脸女神到被吐槽发腮严重，背后折射出娱乐圈对女性容貌的苛刻审视。她正经历从流量花旦到实力演员的转型阵痛，正如她所言，演员最终要靠角色说话，脸上的皱纹也可以是故事的注脚。38岁的赵丽颖又一次因为状态问题登上热搜。这位曾经的圆脸女神最近出席某品牌活动时，不仅被网友吐槽发腮严重从圆脸变成了方脸，还被眼尖的粉丝发现戴着粉色假发亮相，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。活动现场的生图流出后，立刻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，引来很多网友的围观。当天赵丽颖身着一袭某品牌2025春夏系列连衣裙亮相，抹胸长裙端庄又清丽，裙摆上大片的玫粉色花朵图案，本来这应该是裙子的一个闪光点，没想到却弄巧成拙，成了让人尴尬的翻车现场。有说话狠毒的网友直接就吐槽说，这是把奶奶的床单穿身上了吧？还有人找出超模穿同一款裙子的对比照片，直接就说，同样一件衣服，穿在她身上跟穿在超模身上比起来，就像是的摊货和高级定制的差别。双引号。这一下，赵丽颖工作室评论欧可热闹了，粉丝们都炸开了锅，一起声讨给她做造型的那个叫三毛的造型师，还要求赶紧换个人。粉丝们说，这都第几次弄出这么糟糕的造型了，能不能上点心啊？双引号。跟服装引发的争议比起来，赵丽颖的脸部状态更让网友们惊掉下巴。从高清的生图能看出来，她以前标志性的小圆脸明显变方了，脸颊两边的线条也不那么顺滑了，还出现了一些不自然的棱角。有网友分析说，这可能是往脸上填充东西填多了，出现那种发腮的情况，也有可能是年纪大了，骨骼发生了变化。双引号。更显眼的是她一直戴着的那个粉色假发，额头上明晃晃的贴片痕迹一下子就把戴假发这事给暴露了。好多网友都感慨说，宁可戴假发也要选粉色，姐姐是真喜欢粉色啊。双引号。其实赵丽颖最近事业发展可谓喜忧参半。一方面，她和章子怡、杨幂一起演的电影《酱园弄》马上就要上映了。不过在预告片里，网友把她的表现拿去和其他85花做比较，还质疑她的演技。另一方面，她刚拿到的事后奖也被人说水分太大，陷入了争议。心疼她的粉丝担心地说，这些负面评价可给一向好强的赵丽颖增加了不少压力，都有人拍到她在后台偷偷抹眼泪呢。双引号。感情方面同样风波不断。与导演赵德胤的恋情传闻持续发酵，有消息称两人原定合作的新电影可能因此搁浅。更尴尬的是，近期她出席的某电影节被质疑是靠男友资源，这对一直以独立女性人设行走娱乐圈的赵丽颖来说，无疑是形象危机。从活动现场她的状态就能看出来，赵丽颖的状态有点差。网友都说，她整场都硬撑着笑，好几次都明显走神了，跟以前那个活力四射的赵小刀比起来，完全就不是一个人了。双引号。其实85花们集体面临转型困境，赵丽颖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加上这个年龄段女性自然的面部变化，稍有不慎就会被放大讨论。确实，对比10年前陆贞传奇时期的剧照，如今的赵丽颖褪去了婴儿肥，面部骨骼更加明显。但是30岁后女性面部脂肪会自然流失，颧骨和下颌线条变得更突出，这是正常衰老过程，没必要过度焦虑。有意思的是，粉丝和普通路人对赵丽颖这次状态引发的争议看法完全不一样。她的铁杆粉丝还是一个劲儿的支持她，说都38岁了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，已经很牛了。还有人说，
生图都这么好看，那才是真美女呢。双引号。但普通路人就说的比较直接，有人说一看就是医美整过头了，还有人说状态不好就承认呗，硬说有少女感，太假了。双引号。也有网友给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，说问题不是出在年龄上，而是给他做造型的团队完全没按照他现在脸的特点来调整风格。这套打扮要是放在10年前的他身上，说不定就挺合适的。双引号。让我们把时间拨回2013年，陆贞传奇热播时，赵丽颖那张饱满的包子脸成为她的标志性特征。圆润的脸部线条配上灵动的眼睛，让她在锥子脸盛行的娱乐圈脱颖而出。2017年楚乔传时期，她的面部开始出现微妙变化，下颌线条逐渐清晰。到了2020年有匪播出时，观众已经能明显看出她面部脂肪的流失。这种变化本应是自然的成长痕迹，但在放大镜般的娱乐圈却成了热议焦点。有粉丝透露，赵丽颖她私下其实很抗拒过度医美，经常说自然老去也没什么不好，但行业环境逼得艺人不得不做一些维护，这很无奈。也有网友表示，现在要求女艺人永远保持20岁的状态本身就是畸形审美，我们应该学会欣赏不同年龄段的美。尽管面临诸多争议，赵丽颖的国民度依然不可小觑。大部分人认为，她正在经历从流量花旦到实力演员的转型阵痛期。也有事业粉建议，她需要像孙俪那样，用《甄嬛传》级别的作品完成蜕变，而不是纠结于外貌变化。据悉，赵丽颖已经接触多位实力派导演，有望出演现实题材剧集，这或许是她突破困境的关键一步。38岁的赵丽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外貌的变化只是表象，更深层的是职业女性在年龄焦虑与事业追求间的挣扎。当我们讨论赵丽颖变方脸时，其实是在讨论整个娱乐圈对女性容貌的苛刻要求。或许正如她在某次采访中说的，演员最终要靠角色说话，脸上的皱纹也可以是故事的注脚。在这个习惯用放大镜审视女明星每一道皱纹的时代，我们是否应该对美有更多元的定义？留给观众的不仅是对方脸圆脸的争论，更是对娱乐圈审美标准的反思。赵丽颖以往出席活动时，常以精致造型和优雅姿态获得一致好评，但这一次她身穿一条价值约4万元人民币的抹胸长裙亮相，却引发了状态翻车、像床单等争议，让不少网友议论纷纷，从美的像仙女直接转向状态不佳、造型不过关的批评。这种强烈反差值得我们回归理性，深入分析两大核心维度：一是公众对女明星视觉期待与苛刻审视；二是时尚造型与身体语言之间的协同误区。最后，我们也想对观众表达诚挚的思考与温柔关怀。首先，公众对赵丽颖的期望源于她过去多年所打造的女神形象。当她以抹胸礼裙亮相时，观众脑海中浮现的多是高定剪裁、完美仪态、T 台般风采。换句话说，在她所处的金字塔高位置，任何造型问题都会被无限放大。抹胸、长裙本身就是高风险存在，一旦配合不当或身体状态未达到接招需求，就容易被指向床单仪态走形。这种批评虽话语激烈，但也反映了公众对她必须完美的高期待。然而，这样的标准是否合理？是否给予艺人在真实状态下存在空间？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之一。其次，服装本身与身体语言的配合不协调，也是争议产生的关键。那条长裙从版型判断，似乎更适用于仪式感极强的正式环境，需要强调挺亮体裁剪落得不脱，并要求肩带稳定，胸部支撑到位，肢体自然放松，胸背张力合理。一旦站姿偏内扣，肩颈微塌，裙身陷到身体侧面，就容易给人蓬松拖沓床单感的视觉印象。同时，镜头捕捉的瞬间与现实不同，也可能刺激公众情绪，
让缺陷瞬间被放大。而镜头在这种瞬间一旦大面积传播，就让人误以为整场都这样，引发舆论热议。这也说明造型背后的协调工作是现场摄影、身体训练、服装师等多项团队协作的结果，一旦破裂，问题便会立刻显现。第三，性格与现场状态对整体呈现也有决定性意义。赵丽颖作为演员，经历长时间的造型亮相，对外界镜头的暴露几乎习以为常。然而在活动现场，环境温度、行走地面、心理状态、节奏安排等都可能对表现造成影响。他当日可能早已完成多场活动或采访，精神与体力稍显不足。这一切在镜头照明、走位、聚焦瞬间，都可能让他的仪态出现细微偏差。这种状态差并不意味着他失格，而是人本身的自然状态。一旦以像床单翻车等词汇来形容，更容易伤害演员的自信，也可能让公众将一次失误扩大到整个人设。归根结底，这次争议是一次过度视觉评判与造型适配失衡的合力下爆发的结果。从专业认知角度来看，服装造型的价值不仅在于价格，还在于与身体语言是否同步。一个价值爆表的礼服，如果无法凭借行为与姿态体现它的美感，那它的高价也只剩标签价值，甚至增添被暴露、被放大的风险。然而，争议也带来反思与提升的机会。赵丽颖过去几次重大亮相都非常成功，这一次或许是由团队统一造型与活动匹配度、防响解读机制等尚未打磨，正式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提醒。他也完全可能在下一次亮相中借鉴此次经验，确保长裙贴合肩颈，稳住仪态，视觉回归巅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争议本身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如何自我修正与进步。这场翻车争议也提示我们在评价公共人物时，应该保有更多宽容与客观。一次站姿不佳不代表全部，一两张镜头不等于整体状态丑陋。让我们不要急于贴标签、打结论，而是愿意相信他的专业与团队，给状态波动留白，为成长给予空间。毕竟，一条长裙翻车不影响他的演技，也不抹去他过去多年所赢得的口碑与粉丝基础。喜欢明星，就应该理解他是人而非神。他也会有状态，也会失误，也需要被理解、被陪伴。当下舆论太尖锐，让人变得不敢犯错。我们希望观众可以多一分宽容。当赵丽颖再度出现在红毯上，她会更从容、更精炼，这是成长和经验的回报。但如果她仍保有人情味、有人设上的瑕疵，请不要将之过度放大，这正是她作为演员最真实可贵的部分。最后，请允许我们对每一位热爱她的观众说一句话：感谢你们的支持与关注。也希望你们能用理解与温暖看待每一次造型失误与翻车瞬间。赵丽颖以演技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在业内树立了高度，她所获得的争议是她成长之路的一部分。相信她会接住这一次翻车反馈，在未来越来越绽放。相信我们的宽容与鼓励可以陪伴她走得更远、更漂亮。我们也愿与你一起见证他在舞台与时尚领域继续蜕变，继续自信，也继续保持那个真实又努力，偶尔翻车但从不放弃的闪耀自己。王一博素颜搭配泡面头出现在现场报道中，塑造出不一样的形象。王一博素颜搭配泡面头出现在现场报道中，塑造出不一样的形象。这种稀缺的造型呈现，引发粉丝对他生活状态的想象。在彼此的情感世界里留下专属的印记。在聚光灯下，人们早已习惯了那个精致无瑕、一丝不苟的王一博。从舞台上的冷酷少年，到影视作品中的角色百变，他似乎始终游走在完美与专业的边界。但这一次，在某场公开报道中素颜出镜，搭配一头泡面头卷发的他，却用最真实的状态刷新了大众对他的认知。那一刻，仿佛不仅是形象的转变，
更是一种从偶像滤镜下挣脱出来的勇敢告白。泡面头并非第一次在娱乐圈出现，却很少在男艺人中如此大胆地作为公开形象。他带着一点随性、不羁，甚至有点反精英审美的意味。而当王一博带着这头略显凌乱的发型出现在镜头前，没有任何遮瑕修饰的素颜，微微泛红的肤色，略显倦意却不失神采的眼神，整个人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活气息。这种画面对于曾经以冷静克制闻名的他来说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风格反差，但也因此激起了大众的高度共鸣与热烈讨论。值得玩味的是，在过去的审美语境中，公众往往把偶像的形象固化在某种完美的模板上，精致五官、高度管理的妆容、无死角的镜头呈现，这些几乎成为了衡量偶像价值的一部分标准。但这样的标准也意味着极强的约束与隐性压力。王一博这次的素颜泡面头造型，无疑是在打破桎梏，不再完美，却更动人；不再距离感，反而更亲切。就像网友所说，原来他也会有我们一样的倦容，松弛的发型，仿佛他就坐在我对面。双引号，这种破圈式的亲和力，不只是造型的松绑，更是人设的深化。在当下这个越来越重视真实与共情的时代，观众对偶像的期待已经发生微妙转变，他们不再只满足于耀眼光环下的超级人设，更渴望看到那些贴近生活、有温度、有缺点却依旧坚持自我、向上的面孔。而王一博正好踩中了这个节奏，他并没有刻意迎合，而是在长期以来对工作的投入与生活态度中，逐渐培育出一种自然的可亲性。而这种变化并非偶然，在近几年的种种采访、幕后花絮中，我们渐渐发现王一博对表达真实自我的渴望越发强烈。他在综艺里偶尔展现的倦意，在赛道上执着训练后的疲惫神情，在影视作品中的隐忍、挣扎、落泪，这些画面慢慢拼贴出一个立体的王一博，不再只有冷峻的外壳，更有温热的内心。而素颜泡面头的这一次现身，或许就是他主动撕掉标签，还原自我最自然的一次释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大众对这次新形象的反应也非常有趣。有粉丝激动留言：“这才是真实的男友感，一博走出滤镜才更帅。”也有人感叹，娱乐圈太需要这样不怕不完美的明星了。甚至还有一位网友说，他好像我的大学舍友，普通却温柔，远离滤镜的样子让我更想靠近。这些声音折射出一种深层的文化渴望，我们渴望真实，渴望共鸣，渴望那些能代表我们自己的公众人物，而不是一个个高不可攀、光鲜亮丽却空洞的偶像符号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声音对这一造型表示不解，甚至提出是不是没有管理形象，是不是工作太累。而这本身也构成了一次社会心理的对照。当我们仍旧习惯用外在精致去审视公众人物时，其实也暴露了我们尚未完全挣脱偶像等于完美的固有模式。但正是因为王一博敢于打破这种模式，才让这种形象更具力量与价值。或许这次的泡面头并不是一次刻意设计的风格，而是他最自然、最松弛的生活状态。但正因为真实，才格外动人。王一博不是刻意做自己，他本就是自己。他不再用华丽的辞藻去装饰现身，而是用真实的状态去回应热爱。他没有失去偶像的魅力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告诉我们，我和你们一样，都是在努力生活的人。双引号，在这股真实热潮的背后，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更具人性、更贴近时代情绪的王一博。他用一次素颜现身，交出了一份关于偶像人设的全新答案。这答案没有复杂包装，只有一点：坦诚。当越来越多的人沉迷滤镜、算法推荐的伪装时，他选择走出滤镜，真实示人。这样的勇气不仅成就了他个人形象的进化，也为整个娱乐圈注入了一股回归真实的清流。写到最后，
想对屏幕前的你说一句，我们之所以喜欢王一博，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或成绩，更是因为他在不断成长中仍愿意保持一份初心，一份不被定义的真诚。他没有被流量束缚，反而在一次次突破中让我们看到了偶像应有的深度与温度。而我们作为观众，其实也正在见证他的破茧成蝶，从偶像到共鸣者，从封面到生活，从精致到真实。愿未来的日子里，你我都能学会在复杂世界中坚持做自己，正如王一博所展示的那样，哪怕素颜，哪怕泡面头，也能熠熠生辉。因为真实，才最动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